算关键时刻，中美的贸易大战，我们昨天才讲，川普发了一篇文，他说什么？现在的中国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们变得极为的敌对，甚至他说，我的好朋友习近平，他只是心情不好。昨天我们就解读过，这是对一个习近平，不管是党内或是经济上面路线上面的一个质疑。没有想到，今天这个质疑，今天有一个人也答出了一样的答案。这个人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当中，他直接把话说得非常白。今天中国的稀土管制变得这么严格，或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根本不知情这一项的新措施，甚至报道里面还有不知情的官员直接讲非常白，现在中国的内斗比我们想的还要凶，比我们想的还要乱，已经乱到怎么样？已经影响到整个中美的谈判里面。我们都在中美谈判里面，中国要么是鹰派，要么是鸽派。鸽派你要么就可以跟美国好好谈，但是鹰派最近真的是浮了起来。你看到《金融时报》它里面还特别提到，就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中美在谈判的时候有一个人非常关键，这个人叫做李成钢，他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的代表兼副部长。没有想到，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直接跟美方的官员直接讲：“你就是要听我的，如果你今天不听我的话，那美国将会面临一个叫做地狱烈火。”这代表一件事情。过去我们才讲，在 APEC 期间，为什么习近平要突然把在原本去 APEC 的饭店突然给退掉？因为在包含这件事情，这根本就是中国现在因为内斗关系根本一团乱，而习近平现在到底能不能做主，这真的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世聪这样一路看，光是一个中美谈判，光是一个所谓的稀土的出口管制，我的天哪！现在可以嗅到一丝的味道。现在习近平真的不再是定于一尊了吗？对，没错。事实上，这一轮呢，这个中国对美国所实施的所谓的稀土的这个管制措施，一开始让川普非常不爽，所以川普就一开始就说 some very strange things will happen in China， 就是说中国发生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然后他们变得非常有敌意。就让他隔一天就说什么啊，不要在意中国啦。他说这就是他会 OK 的。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习近平主席just had a bad moment， 心情不好而已啦。对，不好而已，心情不好。他现在状况不太好。好，所以那到底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他发动这个？然后川普马上就这样说，是不是？川普也认为说这个好像真的是习近平的作为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似乎也搞不清楚。不过他的发问只有在这边而已。不过两个人的讲法非常有意思。第一个人是什么？贝森特。对，贝森特说什么？他说了，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让我们美国措手不及。他说了，中国人你要自己的这个经济疲软，你要拖累全球的经济，把其他国家拖下水。然后他还说，习近平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样的措施。假的啦。对，那这贝森特的说法，贝森特的原文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根本不知道这项稀土的这个新措施。好，那你想说只有他这样说吗？没有，还有另外一个是葛利尔。葛利尔是他们贸易代表，他说什么呢？美国事先并不知情，他们有这个行为。他说，当我们从公开资讯获得之后，我们力图呢这个联系中方的这个进行通话，但是他们一直推迟。中方这次的行动是夺权作为，他们叫做 power grab。所以也就是说，突然之间好像有人这个有掩盖了之前的做法，所以就有人在夺权。那夺权，你看习近平不知道。然后有人在夺权，谁？然后这个川普又说，他们好像这个很奇怪的是，对川普这个习近平处在一个不好的时间点，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中国真的因为内部的这个斗争呢，让目前为止的中美的这个贸易的谈判呢，出现了一些波折的一个状况？不论是习近平能不能够接任到下一任，还是习近平会不会换人，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美国也在观察，所以我才说。为什么川普现在就说，哎呀，我在跟这个习近平这个见面之前，我不会提高关税？似乎美国认为中国会出现一个变化的这个状况。石总，照这样看起来，我们都知道在谈判有鹰派还有鸽派。对，鸽派你就好好的谈嘛，没有想到鹰派，刚刚我们讲《金融时报》里面特别报道这个人，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副部长李成钢。这个人之前在8月份的时候直接这样子呛瞎，对，你不听我，对不对？那我要让你美国尝尝看什么叫中国的地狱火。对，没错，我们都曾经说过，这个美国曾经跟中国呛下，就如果你敢攻击台湾的时候，我们会让你这个出现嘛地狱景象。对，就没想
美国呢这样子对中国呛下之后，就没想到中国也对你这样呛下，这是谁呢？地狱烈火对，这是中国的商务部的还有国际贸易代表的这个首席代表这个李成钢，还有兼任他们的副部长哈。那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主要是在8月的时候，8月当时曾经有一轮他们的谈判嘛，就没想到他就一直说，他就说什么？他相当，这是美国官员的说法，说他相当疯狂，就是李成钢非常疯狂，咄咄逼人。甚至直接说，如果情势不遵照他的意愿发展的话，美国面临地狱烈火。原本只有美国敢跟人家呛下，结果没想到中国跟美国这样呛下。好，然后他说他没有明确提到稀土，但是他曾经表示说，我们的报复会超乎所有人的预期。所以就说，事实上这个有人就说，是可能蓄积已久，因为为什么？他们不可能在2个礼拜内就完成这么复杂的管制设计，而且里面说什么相当疯狂、咄咄逼人。这是什么形容？这是这种，你这样不要的话，我就要怎样啊？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对，是这样子。对，他可能在那边拍桌，贝圣特，你要不听我的话的话，如果你们美国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就面临地狱烈火，这样子讲，这么强硬。所以你看，他居然敢跟美国这么强硬，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美国一开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美国的这一次的这个谈判代表里面，何立峰是非常重要，对，然后还有这个贸易代表的李成钢嘛。还有他们的这个财政部相关人员嘛，这主要是组成代表。然后那个美国就觉得很奇怪，一开始不是很温和吗？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美国目前为止是说，财政部跟商务部之间有一些内部的矛盾，就是到底要主战还是主英，他们2个不一样哈。然后呢，这个李成钢的态度是非常的这个极具挑战性，就是比较鹰派。然后强硬派的话，还有什么商务部，还有国家安全部，就国安部。这个一般来说不就是定一个锚吗？对，定一个锚之后，你到底是鹰派还是鸽派？对，结果商务部跟财政部，对，现在美国看着你们怎么那么乱，打在一起的？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中国的财政部呢是相对比较鸽派。财政部的财政部长蓝佛安，蓝佛安目前为止是谁？他事实上是习近平的钦定的人选。那这个李成钢当然也是习近平钦定的人选，不过他在2000年以前他就已经存在，他事实上跟过去的这个政府他就已经在进行贸易的谈判的这个作为，所以他到底跟习近平的关系怎么样？还是有人刻意要破坏目前为止的这个中美谈判的这个状况？所以就不知道。所以就是说，他们美国觉得很奇怪，他们内部内斗怎么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谈判？好，那我们就想，习近平不是说这个美国判断说习近平有一点点现在是个 had a bad moment，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就觉得还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贝森特原本就说，他说在川习会29号登场之前呢，他会跟何立峰再见一次面，对，就是说10月29号川习要见面，对不对？可能会见面了哈。那他们之前来说话，贝森特跟何立峰会见面。好，那这为什么有意思呢？因为原本何立峰跟贝森特见面的时间点是在川普跟习近平的 APEC 会议之后，他们要进行实质的谈判，就是我们要进行下一轮的谈判嘛，就是我们中美之间的贸易谈总是要谈嘛。他们这个川习会达成个大框架，然后我们来谈这个具体的这个状况，就没有，他就要移到这个前面去。那不是很奇怪吗？你为什么原本是你们要中美谈判，你们是要在这个习近平跟川普见面之后，那你现在为什么移到前面去？移到前面要干什么呢？移到前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世中全会是20号到23号要举行嘛，对。然后紧接下来的话，会不会在举行世中全会之前的话，这个举行世中全会以后呢，他们2个就先见面。你说可能10月24、25，对，然后贝森特跟何立峰旁敲侧击一下。你们习主席都还好吗？对，就知道世中全会，你们在搞什么东西了？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10月29号的这个状况？就是说，川普可能也想知道，你这一次习近平你到底世中全会开的怎么样啊？你还有权利吗？对，然后用贝森特去跟何立峰讲话啊，或者这个都是非常的这个所谓何立峰算是习近平真正贴心的人，对，还是说他们刻意要安排这个何立峰来见面？是不是中国出了什么问题，要何立峰跟贝森特这样讲话？所以来说，目前为止来说，的确。中国内部来说话，就20到23号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况，而且这次非常有意思哦。他就说什么？他就说贝森特也出来讲，他说你们这种稀土牌根本打得不对嘛。那么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有困境啊，然后中国反对这个美方推动和平啊，还有在 APEC 前一面的会晤的这个战略操作啊，因为美国目前为止不是在中东这个推动和平嘛，你就故意要干扰嘛，对，然后你要把全球经济拖下水嘛，然后在 APEC 会议之前的一个战略操作，他说呢，你要在川普面前的时候取得这个谈判优势是个错误的决策，所以他认为说这是个错误的，然后就说。
这个习近平跟川普个人互动很好。中国此次稀土管制措施可能出乎内部的强硬派的主张，不是习近平刻意拍板。他说，中国体制内部意见分歧，这些人时常刻意破坏中美关系。就是习近平旁边有人在搞事，所以还不跟习近平讲的。简单，他意思就是说，习近平跟川普非常好。对。然后呢，习近平的周边人有人要刻意破坏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用这样来搞坏川普跟习近平的关系。简单就是这样说。好，那为什么贝森特会这样说呢？我们这一次不是这个他们中国商务部公告所谓的稀土的相关的这个出口管制的禁令吗？好，那么讲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我们就讲，我们都用国际的这个格式嘛，可能中国就是用中文发一个，然后英文发一个公事公办，对，然后表格就用 Word 的文件或者用 PDF 的文件嘛，这样夹带，有没有？他这次用个非常特别的，你看它是 WPS， 你看有没有？这个它的文件，它用的是 WPS。WPS 的格式是什么？我们可能没有用过。它事实上是中国对中国金山软件的这个 WPS， 他们的中国版的 Word 的这个格式开得了啊？对，所以你就要用我的，你就要去download金山软件的文件啊，你就要用这样的。它等于意思是什么？你要用我的公告，就说就对了。你看，而且你看它就这样，你看这个他说 WPS 真恶心啊！不登录时无法收集你的个人讯息，那你所有功能不能够用，连更改字体都不行，所以你就一定要用它的 WPS， 而且你要登录使用，而且你今天要申请稀土的事情的时候，你要中文填写，对，你要中文写的，你不能写英文或其他国家语言的。对，没错。你看，他就说这个出口许可证审批的系统要求提交有关文件，有关文件以中文为主。那审批系统的网址在这个地方，就像你来登录这个网址，然后你写文件，然后你用中文为主哈。那我讲为什么这个非常特别？我们看它这一次的这个稀土文件公告是 WPS， 对不对？对。那我们看过去一段时间，你看这也是商务部公告啦。你看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64条，2026年10堂羊毛什么进口关税的相关的实行细则的时候，你看它就用 PDF 啊。你过去都用 PDF， 你可以这次用 WPS， 这是什么意思？那你这真的是习近平的意见吗？所以我才说贝森特的说法非常有意思。好，那我就讲这一次这个稀土的这个策略来说的话，还有一个人中国怎么说？中国就说我们要变成是全球稀土秩序的管理者。你看中国就直接这样讲，就简单的说我们现在又变成是全世界的稀土都归我们管理的一个状况啦。哈，那除了这个，你说你对稀土管制之外，它还多高通高通是什么？高通是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手机晶片公司。他在中国有非常大的市占率，他就说：“你看，我们现在也要对你提出这个调查。另外还有什么？我要对反垄断调查。对，然后还有韩华这个海洋这些为什么？因为你这些你在帮美国制造这个船只，我要对你进行这个制裁。对。另外你看，他们还对什么？美国对这个中国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造船业301调查限制措施，我们中国商务部也骂他。所以中美之间似乎是一来一往，持续都有一些在互相对抗的这个状况。我有没有听错啊？刚刚的那一些作为也太阴了。结果《华尔街日报》报的是中美两国正向为贸易战降温，结果鸽派这时候又飞出来了。对，没错。突然之间，我们就讲前几天中国不是很强硬说，稀土我都要管制吗？就没想到人家去问这个中国，就说中国说什么中国的出口管制不是禁止出口啦，我们会对这个符合规定的这个申请将予以核可。又软了。对，他就说什么我们会怎样？我们会审慎适度的这个实施出口的管制措施啊，等于默认呢之前的用力过猛，所以等于是之前可能揍你一拳揍得太猛之后，现在又收回来。所以呢，这就很，所以我还有这样子搞的。对，所以为什么我就说美国会觉得很奇怪？美国的这个贝森特或者说美国官员是这样子，就中国先揍了你一拳，对，揍你一拳的时候，因为一开始都谈得好好，就好像我们两个谈得很好，都准备要接吻要抱在一起的时候，突然揍你一拳，那当然这个美国就慌了嘛，慌了懵了，你到底怎么一回事？利奇安娜就现在又跟你说没有，我打得太重，不好意思这样，所以美国会觉得说，那到底怎么一回事？不是世聪，所以我们这样一路谈下，一下鹰派，一下鸽派，对，那到底现在中国谁做主啊？对，所以为什么这个川普会说他现在是个 bad moment， 就是说这个可能跟过去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或者打电话的时候，习近平都态度很好啊，可你为什么突然这么强硬？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你的想法吗？所以为什么贝森特会说不是习近平的想法？甚至葛利尔就说这个很奇怪。甚至川普也会说很奇怪，所以他们接触过的习近平似乎不是这个样子的人。好，当然了，有可能习近平在玩两手策略，他自己很阴很鸽，然后派他周边的人很阴，也不一定，这不知道。不过我们讲几个事情，原本不是说他们要包这个所谓 APEC 要包这个新罗酒店吗？对，新罗酒店后来就不包了嘛，就不见了嘛。那
不见的时候，他们就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把它取消掉啊，这事情也很奇怪嘛。另外一个就是，我就讲10月20到23号的话，世宗全会，生死战了。对，世宗全会结束之后，到底是谁要去这个所谓 APEC 还是怎样？不知道。所以再说，你就非常有意思。你看，中国现在又说什么？我奉陪到底。我刚才不是讲吗？一开始揍你一拳，然后丢回来，然后现在又说你对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所以呢，这个很奇怪嘛。所以我才说，有人就把它解读说，因为世宗全会快要到了，对，世宗全会快要到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把它鹰派，就把它武装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显然在中国内部来说，你要有强硬的这个措施，你才有可能升官嘛。所以美国才会有判断说，这个不是你习近平的想法，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那我就讲，那美国有没有对他继续做施压？当然有对他施压啦。你就知道说，你看美国说什么？美国现在这个，我们今天不是有一个消息吗？荷兰本来这个中国有一个叫做这个文泰电子、文泰科技，对，他要去收购这个所谓荷兰的一家公司叫安斯半导体，对，他都已经收购完了，就没想到这个荷兰政府就说没有，你们这个安斯半导体的控制权，我要从你文泰身上收回来。那大家觉得中国网友气炸，我们买下来的话，为什么不能收购它？为什么你今天不能够核准？就原来是什么？原来是说。荷兰经济部明显是在跟美国政府后面的温顺小绵羊，就是因为美国的新规嘛，那我们就要接控，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很多欧盟国家还是跟美国站在一起来对付你中国，所以呢，事实上，那你有讲吗？那川普之前不是说那是什么？这个心情不好啦，心情不好啦，对不对啊？他美国希望帮助中国，而不是伤害中国的这个状况啊。就他说什么？他就说很多人就说。一些专家说是释出和解讯号，不过《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说，那只是川普在戏弄习近平。等一下，对你不是跟我说习近平是你朋友吗？对你熟吗？对，心情不好，结果人家说什么没有，你根本就在玩习近平，对，你就是在施压他，对，你就看着他在世宗全会前，你就继续斗吧。对，所以我就说，现在的这个消息非常混乱，这也就是因为非常混乱，你看。我们台股也是一样啊，你看前几天的时候，原本暴跌，后来拉起来。就昨天美股大涨，说今天暴涨，今天往下跌，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现在反而大家都看不懂他们两个到底在中美在干什么啊？一下是鹰派，一下鸽派，然后这个川普一下强硬，一下又软弱，中国也是一样。所以我跟你说，一直到我认为是到10月20号到23号，中美这个中国的世宗全会之前来说，中美应该不会有太明显的，那可能就是一下好一下坏，一下好一下坏。这个可能对我们所有投资人来说，你要小心这个状况，就是有可能今天突然又因为双方要谈判，又一拳了，对，又一拳，他又缩手了，对，所以可能会反复这样，所以才说真的要等到世宗全会确定之后，甚至到月底，这个习近平跟川普见面之后，才能够敲定最后中美是不是有可能在最后达成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宇轩，现在中国到底有多乱？我们之前已经讲。之前川普已经说，现在中国发生怪怪的事情，包括我们讲小米的车子烧了，结果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哦，今天连央视，我们都央视，不管怎么样，祖国的话，祖国的心战，祖国要传达什么事情，就由我央视来吧。结果今天央视，他竟然搞出一个大包，他今天在搞一个新战的时候，结果这个民警他就说，我跟你讲哦，他玩的这个缩油图啊，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叫做8月15。要来杀共匪，8月15杀共匪，那中国不能说的是建语，结果央视他竟然这样子让这个人直接讲出来了。正好，所以呢，这位民警叫做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的民警，他唯一喊出来之后杀到的共匪只有他自己本人，因为他可能从此就消失了，出大事了。那我讲这离奇在哪里呢？这原本是央视一个片段哦，他的片段就是要剿灭台独分子，对台独零容忍，所以才会请来这个民警说，你看。太夸张了！这个桌游怎么做的如此的程度啊？里面城中还有一个字卡，而这个字卡里就写着8月15杀共匪哦，他就这样的把它念出来了。那中国我们就讲了嘛，你念反动口号呢，它等于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是中国的 SOP 哦，念反动口号视同宣传反动口号。结果你喊了还央视，对，就不能念啊，念了你就完蛋，再见。好，那这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民警怎么会这么250哈，把这个东西给念出来？再第二件事情，各位。这是在央视播的。今天就算民警念出来了，请问一下有没有是编审单位啊？当然有啊，有啊，当然全部剪掉，你给我重录。当然是剪掉嘛，因为你这是记者访问嘛，那这个片段不要用就好啦，就这个片段才3秒钟，不要用就好啦。但央视为什么要用呢？所以大家不禁怀疑，是不是央视有内鬼？是不是低级红、高级黑？你哪知道？因为我跟你讲，这个片段我判了百思不得其解哈。
央视明面是说要反对台独势力，对但你知道他怎么介绍这个手游吗？他说这个就是这个桌游的地图啊，这个桌游呢叫做逆统战啊，逆统战的部分呢，其中呢又有所谓的我们讲的红军，红军指的就是我们共产党啊，它还有所谓的突厥，还有维吾尔，还有满洲国，还有藏国。那特别最可恶的是，竟然还有台湾，还有这些叛军势力。为什么你干嘛介绍那么详细干嘛？所以你知道教我怎么玩吗？你知道我本来觉得这个好无聊、boring， 结果看完之后，我觉得，知道我们改天来买一个来节目现场玩一下。它是游戏介绍啦。对啊，这2020年就出的游戏，结果在2025呢，因为央视介绍之后爆红。爆款，你知道现在中国一堆网友都想说，我们好想看一下这游戏，对，看起来其实没那么好玩，对不对？但被他讲解完之后，超级好玩的哦，就是逆统战，你看有红军嘛，就共产党嘛，满洲哦，然后说台湾是最强的势力嘛，香港最会宣传嘛，我无聊到我还把所有国家的特性都看过一遍，我回去搞不好我真的会拿来玩。谢谢这位我们讲牺牲自己的同事，8月15杀共匪啊，先把自己给杀了，周楚除伤害嘛。但你想想看哦，为什么央视会出这种大包？其实不是第一招了你还记不记得那一天有发生一件事情？93阅兵的时候，我们先讲这案例。对，习近平是跟普丁两个在那边聊天，兄弟，我们要长生不老啦！对，不吃仙丹，我们直接用器官移植。中国14万人口，器官移植非常的方便啊！你看到哪一个喜欢的跳去用，类似这样对话嘛？他放送出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央视这家伙不太对劲。而且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还有就想说，其实央视早就已经不满整个央视的员工大部分其实私底下都一直在骂他。所以他们原本在网络上面有一个叫做大字报运动，结果真的有央视的这个员工来投稿，他说如果你不太信任我没有关系，我这一张我全部都列了出来。部队这个部处的名称、姓名、性别、手机，我通通都有的。对，然后你看这真是真的因为其中有一个叫康辉，康辉就是这个家伙长得我们讲的正正经经的，他是我们讲的央视里面的我们讲的台柱。等于说，他把这些人所有人的籍职、姓名、单位跟制作号，还有手机电话号码、通讯部，他要证明一件事情：我真的是央视的。结果康辉他真的出事了。你知道康辉多糗吗？因为号码他的特别没有码。对，我讲100%故意的。故意的吗？你说康辉来导播，我们看到这个康辉这个地方很多，什么1380多少130102，然后结果康辉没多久。真的出事了！康辉的电话号码138-49119这就是他电话号码。然后你知道开始干嘛吗？一堆人开始疯狂打赏他，康辉 good job， 康辉是被吓死了，不要再捐钱给我，你再捐钱给我，我等下被你害死，会出事到时候主播不用当了，搞不好康辉也要被下架了。而且你知道最近央视还更扯是什么吗？这是2024年10月15号的天气预报这是2025年10月15号的10月5号的天气预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知道这2天的天气预报竟然呢都是一模一样的温度。一模一样的度数，但你想想看，央视怎么可能在这个方面出错呢？这肯定是里面呢有人刻意要去闹的嘛，有人要去乱的嘛。那有人要去闹，有人要去乱之后呢，最后他们还发现说，不止这个天气预报你知道怎样吗？它只限定区域，只有上海、石家庄、南宁、海口、广州这些城市的数字呢没有被误用。那我跟你讲中国人过分的还不是这个。因为我想这个，我绝对100万相信是央视在搞他。习近平那时候在庆祝，我们讲解放军建军90周年嘛，他要庆祝这个建军。当时他有念一段话他那段话怎么念？他说：“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讲到最后面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哪怕烈火焚身也擦然不动。你知道习近平那时候念什么吗？他念。岿然不动一脸严肃岿然不动，那全世界都在笑他大草包结果我们后来发现习近平被害了，为什么？来，各位，这是他的字幕机你看岿然不动，应请念亏。他还有这个真的也因亏被害死了。对，央视故意在搞他，所以你想想看，他里面内爆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嘛，所以甚至是呢，连有一个单位照我问你中国国家保密局，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单位？什么单位？我坦白讲，我还真的没听过我们讲有保密局，我们讲了这么久的关键，讲了这么久的中国，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国家保密局。现在突然有个单位跳出来说我是中国国家保密局，然后他跳出来是干谁呢？就是我们讲干掉记者。他的意思说，现在呢，国家保密局明明有一些机密的资料，有一些机密的资料，就偏偏有一些记者呢，因为你不要以为他们记者跟我们一样他们每个记者都是共产党的他是有上下级职关系，所以他说上级的沈某记者竟然要求下级的
岳某提供给他机密资料，再把它制作成光碟哦，非常光碟，然后拿来炒作泄密，然后这些领导同志还把军工的东西都丢出来，所以他是拍了一支影片。然后这支影片说，你知道1秒钟可以做什么事吗？1秒钟可以泄露国家机密，1秒钟可以毁掉中国，1秒钟哦，好脆弱。好啦，我知道你们是玻璃娃娃、玻璃国家了，所以他就在讲说1秒钟的重要性。但是呢，这凸显出一点，因为中共国家的这个保密局哦，明明他应该是要干嘛？它是一个涉密机密单位，它在中共的办公厅底下管理的，它是中央的直属机关，所以它是一个黑机关，它根本不应该浮上台面，它根本不应该存在，它应该是要消失在众人的眼里。但如今已经狗急跳墙。连国家保密局都要开抖音号，都要拍影片宣传，而且他的直属是谁？是蔡奇。对啊，蔡奇也出手了。对啊，所以代表说，连蔡奇包括整个都知道，现在包括央视跟其他人，他得搞他了。这问题的严重性啊！所以这一把你看到这，你要明白，他知不知道央视这些我们讲的小鬼难产？知道嘛？所以他通过保密先开第一枪，他要跟你讲。后续你们再继续呢，敢这样去在我们后面呢，给我们讲的低级红高级黑，给我们冲康，小心下一把刀就落在你头上。或者现在对中国来说，对于习近平来说，我们昨天才特别讲到路线之争非常重要。习近平推出了新3样，包括了电池、电动车跟所谓的太阳能板。结果他的电动车跟电池已经烧起来了，结果没有想到在国内烧之外，在日本也烧了。日本他当时还讲说，哎呀，你们的这个所谓的电动巴士也是不错的啊，无人的啊，可以做什么自动驾驶等等的。结果开，你看到这个画面，日本的司机快吓死了。你不是说可以自己开吗？结果我看着这个，我开，结果我快撞到的时候，我想去瞧。你的方向盘连瞧都没办法瞧动，就直接撞上了。是我跟你讲啊，现在那个中国透过输出这有问题的电动车啊，真的把日本搞得乱七八糟，你知道吗？你看那个车子，他为什么那个司机不断的往那个方向盘往左打，往左打，往左打？你会发现啊，车子一直往右，一直往右，一直往右。它不受控制现在就讲说奇怪了，那到底是谁在控制这个方向盘？是中南海吗？你就觉得太夸张？中南海吗？对啊，不然你看这个画面，我们再看一次，那个车子有没有一直往右出，一直往右出，往出？可是你看，明明那个司机是往左，左到那个方向盘被他拔下来了。司机一直瞧，那是很大力的，吃奶的力都使出来了，然后结果后来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人家说车子有问题啊，就车子明明有问题，对不对？啊，结果他们就说没有啦，车子没有问题啦，那是因为车子本身有一个防滑机制啦，所以因为你这样启动之后，右前轮就锁死了啦，所以往那边车子没有问题，心里想说你洗了工什么小朋友，你车子有问题，又不是只有今天，所以就炸锅了，你知道吗？不是，你知道这真的非常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那个车子，那个所谓的巴士是用在哪里？对，是在大阪的万博会的电动车，那是日本人之外多少的国家来这个地方，结果你中国丢脸丢大了。我都怀疑这是不是中国的阴谋，这是不是中南海的阴谋？就是这样。我跟你讲，这车子为什么很多？你刚刚提到大阪那个他们的世博会在用，因为它是主打日本设计、日本制造的一个电动车，但事实上它根本就是中国福建的一家公司叫威驰腾啊，他们这家公司所生产的，对，所以它等于是日本外皮中国心啊。那人家就讲到说，这个电动车问题真的是非常多。刚提到就是9月1号，就人家现在爬梳以来，什么9月1号。早从今年3月就已经有不断一大堆的问题像是还有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就在世博会大概有100辆都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4月28号，世博的接驳巴士撞上了混凝土墙。有没有搞错啊？它有自动自撞系统，它就锁定那个混凝土墙进行自杀攻击，然后就撞上它。而且你知道很恐怖吗？它就撞上去之后，大家就说：“这个车子有问题。”就他们说：“没有。”公司说：“没有，这是自动驾驶系统出现了问题，跟车辆本身，你看撞成那样，跟车辆本身没有问题哦。”对。后来又开始发生一大堆的浪袭波浪里就开始说。什么车门打不开啦，然后呢，8月10号福冈也有4辆这个电动车校车，这校车代表是它是学校的哦，结果用了2周之后故障停止使用，所以呢到处都有一些类似的状况。你看这个也是，还有这一种直接连灯都没了。他觉得他累了，他停下来，他一停下来，后面全部都大塞车，他掉家了。后面全部都大塞车
莫名其妙就停下来。哎，我跟你讲，这如果是在高速驾驶上，事实上它是会造成很严重的死伤。所以大家都心里想说，哎，这个车子也太傲购了吧？好，那你刚刚特别提到2025年，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都是他们世博这个使用的这个电动车嘛，对，然后那个电动巴士，然后那个电动巴士它就告诉你哦，这电动巴士这很厉害耶，这个方向盘会自己转哎，因为自动驾驶哈，所以那边是一个就自动驾驶，对，而且他说自动驾驶呢，左前方有没有看到有红灯？红灯它会显示，红灯显示之后有没有我不用碰它，有没有？它就告诉你红灯显示了，前面有红灯了，对，即将要停下来了，所以车子它就会慢慢停下来，慢慢停下来，慢慢停下来。就是说这个车子其实是不错的，它有自动驾驶，而且呢，事实上安全性也很高。就后来真正开始上路之后300辆、500辆上路之后，就发现每一个地方都出错，包括什么已确认的不合格案例有什么？你这样看下来很吓人的，车门夹人呐，巴士无法起步啦，校车刚开出发时刹车失灵，校车校车你也给我刹车失灵，校车里面站的都是小孩子刹车失灵这多严重！再来还有什么副驾驶安全带警示异常，而且这也太扯吧！来，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方向盘左转时喇叭会持续的鸣叫，对，我按方向盘往左，叭，对，我这样开怎么开啊？我跟你讲，搞不好下次就用了他们自己解放军的歌了，你知道吗？我根本觉得他从头到尾都被安置了一些很奇怪的一个系统，还有方向盘左转，对，在下面一个除霜的效果不佳。对，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会下雪的，如果你这个除霜效果不佳，其实我很危险。还有雨刷超出雨窗外会卡住回不来。雨刷为什么会超出车窗？它等于是这样跑出来不是那个伸长胸灯啦，而且我跟你加长不加价反正它会回来就好，就没有想到回不来，你知道吗？所以我跟你讲，它这个车子就很多的大小毛病不同。可是我跟你说，因为那时候在世博会的时候，它车子的问题多到。这个后来是司机他们说如果你不给我全面检查的话，我不要再开了。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都会说不是车子的问题，是驾驶的问题。后来就是因为在这一次9月1号刚刚提到那件事情之后，所以才说现在停驶全面彻查。可是我跟你讲，这个很可怕，因为刚刚提到那家公司EVMJ 这家公司对，它是2019年4月1号，它是设立在九州的但是呢，事实上它生产的都是中国制造的电动巴士你知道，它2022年几乎没有生产、没有销售记录，它却可以打进去刚提到的世博会。对，世博会大阪世博会近85%的车子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3家中国的电动车生产公司所提供的。哪3家？你看。刚提到福建的威驰、比亚迪，比亚迪对不对？还有另外一家这个29部，这3家公司加起来85%，所以代表的其实中国生产有问题的电动巴士已经渗透到你的这个世博会，而且它一旦渗透到你这个大阪了，说大阪人家也用人家哪里的这个万博会、博览会都用好。现在变成阪急巴士、富士急巴士，还有东急巴士，全部都用了。这个巴士怎么用啊？你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当时万博这件事情，你说刚刚只是撞那个什么撞水泥墩那些都算，它直接撞到万博里面的建筑物里面去。我们看错啊！对，而且我跟你讲，他们好几起都跟你说不是车子，他直接这样拢了呢，很可怕。而且我觉得他们最恶劣的是，明明是你车子的制造、车子的生产有问题，他现在把它讲成怎样吗？是你的司机不会开，司机有问题，还是你司机的问题？所以到后来司机拒绝驾驶，因为司机说你一直把这个问题推在我身上，会对我产生影响。还好是他们后来司机就要求说，你如果不全面检修，我们不弄。后来才进行相关的全面检修。瑞德哥，我们刚刚特别有提到一件事情，现在中国内部斗争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凶，比我们想象还有乱。除了鹰派跟鸽派之外，我真没办法想到一件事情，过去包括对于北韩来说，中国一直说北韩是我小老弟啊，他要靠我的结果今天这张照片，连中国人他们自己都很怒。为什么怒？你看到这个中国总理李强，他去找了这个所谓的金正恩，结果这张照片出来不对啊，金正一个人对这么多人，甚至连中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也一样，这个金正恩对这么多人。怎么跟我们过去想的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会让中国这么多小粉红崩溃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
我们看右下面的这个照片就可以看得到。对那么右下面那个照片是什么呢？是那么金正恩大将军他接见来自于越南的这个总书记呢苏里苏领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哪里不对啊？这个阵容不一样哦，两边是不一官员，样哦。金正恩率所有的这个北韩重要官员，然后跟这个越南的总书记见面嘛。对两边是对等的，也就是说，那么这样的一个排场呢，通常在官方的话呢，这样的排场就是两边一样对等，就表示我心目中有你，你心目中有我嘛。对我把你放在心上。那既然如此的话，照理来讲啊，中共派出他的二把手，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我讲坦白的，李强是2009年继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之后，第二次有这个有这个所谓中共的国务院总理代表习近平来到北韩呢。对，他他的地位仅次于习近平嘛。那么照理来讲，金正恩再怎么样也不应该输给中国跟这个越南两边差这么多嘛，国力差那么多，你好歹应该也要把官员给叫出来吧。你仔细看那个上面的那个，是特别夸靠为什么？你不注意看的话呢，你会觉得好像是金正恩跟旁边的秘书后面有一个翻译嘛。金正恩在听对面的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做简报做报告，没有错，好像是那么李强率领中共的文武官员，对不对哦？来向我金正恩汇报什么事？要不然怎么会这样呢？两边差价多呢，他只有一个人，然后旁边是他秘书嘛。金正恩的秘书前面一排都是中共的人呢。我跟你讲，我有时候政治人物跟国际场合上面。看的就是一个排场有没有对等嘛，结果没想到是这样，那就算了。赵乐际，好歹赵乐际中共人大代表主席，好歹也是一号人物嘛。刚刚不是讲说李强是金正恩旁边秘书，后面是翻译嘛，对不对？赵乐际来的时候，连秘书都不见了，秘书都不见了，就直接后面翻译耶。你知道金正恩利用这次的机会在表达什么？在表达你中共以前中共一直看不起这个等于说北韩嘛，一直认为北韩金正恩就是我小老弟嘛，对，一向都是如此，包括这个习近平也好，他们对这个朝鲜呢，事实上态度就是如此的这个态度嘛，认为你就比我矮我一截嘛，所以后来金正恩想尽办法要拉拢这个俄罗斯，就没想到现在竟然换得如此的境地，为什么？刚刚看到呢是这个等于说那个见越南总书记嘛，对。金正恩在见来自俄罗斯的这个代表的时候，也是两边平起平坐啊。就你中国不一样，两边平起平坐，就告诉你说，你看我见自己的这个老大哥呢，我平起平坐俄罗斯代表团，我见越南平起平坐，我只有唯一见你中国的代表团，我是用这种态度。瑞德哥，这真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为什么？你看到这是2011年的照片，这是金正恩当时很年轻的金正恩，当时是陪着他的父亲金正日。去会晤国务院的副总理，叫做李克强。我再说一次，是副总理哦。结果这一次是中国总理李强，这规格完全差太多了吧？当年金正恩还是小朋友，那么他的爸爸金正日呢，那么身为第一把手北韩的这个超级领导人他去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李克强来，我们父子两个人都爱陪他一个左一个右，没有错。那你就知道。那么，在金正恩在北朝鲜的心目中，中国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